我沈秋瓷给一生锋芒赢下所有官司，护过弱者，撑过女性，可我万万没想到，救人的刀最后竟会插进我自己的心脏。沈律，这已经是您今年打赢的第7场公益家暴官司了。您作为律政女王，屡次为弱势群体女性发声，是有什么原因吗？家暴只有无数次和0次，法律赋予每个女性说不的权利。我不是只会打这一场官司，任何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帮忙，我会无偿的给每个人打官司。真是好人呐！在真爱是好人。李慧女士，沈律师作为律政女王，愿意为您无偿代理此案，您此刻什么想法？我很感谢沈律师，如果没有他，我这辈子可能都逃不出那个魔窟。怎么回事？可是就是他带我进入了另外一个魔窟，他逼我签下了天价出场费的合同，要拿我80%的赔偿金当好处，还威胁我说不签就故意输掉官司。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我明明没有问你要1分钱。沈金慈，你别装模作样，自己干了什么自己还不清楚吗？听到新闻勾引律师收取天价赔偿费。沈律师，您对此作何解释？您真的通过公益案件博取暴利吗？我从未跟他签署过出场费合同，也从未跟他索要过1分钱的费用。我想，这其中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师傅，真相是时候该公之于众了。林慧女士说的没错，解释一下。我师傅他确实说过，要拿公益案子当提升人气的跳板，他要把案子的热度和公益人的价值彻底榨干。还有那本根本不合理的合同，我也是真的亲眼见过。小恩，爆了，快拍！徒弟亲口指证，律政女王人设崩塌！你在胡说什么？师傅，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觉得事情的真相确实该公之于众。近日，以公益律师人设活跃的沈清慈被曝收取天价出场费。本次家暴案当事人公开控评其违背职业操守，此前造的公益形象彻底崩塌，引发舆论热议。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我悉心栽培的徒弟，我竭尽全力帮助的当事人，他们为什么要背叛我？我说把刀，沈律师去年还自掏腰包给我妈垫了医药费，怎么可能贪那点赔偿金？这些年好多公司都在裁员降薪，咱们律所不仅1分钱工资都没少，过年还发了这么多年货。沈律师的为人我们最清楚了。狗腿！哎，小恩，这个群是干嘛的？怎么沈律和王启都不在里面？嘘，你没有看群名称吗？居然背着老板偷偷搞小群，就那点不值钱的年货，算得了什么？我朋友的公司过年送的都是高档化妆品和奢侈品，有的公司直接送车送房当员工福利呢。蒋恩，我记得是沈律全额资助你读完的大学，你从毕业一直就跟着他，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我怎么能这么说他？他沈清慈有多了不起？现在名气大了，打什么官司都要我们来负责收集资料，要是没有我们，哪有他律政女王的称号？王律师，你可不能因为沈律师给你升了职就站他呀！你景恩，你是沈律的亲徒弟，工作又上心。前2年呢，估计是因为你年龄未到，所以沈律没有晋升你。这次主管律师的位置空缺，除了你，还有谁能胜任呢？没有，我只是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主管律师的事情，相信师傅肯定自有定夺的。你就别谦虚了。各位，经过前段时间律所的员工考核，决定晋升。王启律师为主管律师。谢谢沈律，我一定好好干。想好了吗？你没有工作，离了婚，也没有什么遗产。我也想相信师傅，可是当事人都亲自站出来指证他了，
这总不能是假的吧？师傅让我转告大家，今天所有人都留下来加班，密切监控网络上的负面评论，尽全力删除那些不好的帖子，挽回律所声誉。啊！又加班？我孩子今天生日啊！这于青山的过来吗？而且这算无偿加班吧？这是师傅的命令。师傅说现在情况特殊，律所要是倒了，大家谁都别想好报，只能辛苦大家了。情况我都知道了，舆情我会亲自处理的，大家不必担心。请大家务必梳理好自己手上的项目，并将受影响的项目汇总给我。沈律，不好了，刚刚赵总那边发来了终止合作的通知函，还有其他的3家意向客户也需要重新考虑合作事宜。现在的负面舆论太严重了，已经没有人敢跟我们合作了。完了，我这边的案子刚刚客户来电话说暂停了，这是我手里最值钱的了。我的也是，好几个客户把咨询都推掉了，这还怎么干活？名声臭了，案子全飞了，这个月业绩怕是全废了。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可没脸回家去啊！师傅，现在您的相关话题已经升至热搜榜前3了，现在网上全都是声导天书的，律所风评一落千丈，这下可真的是岌岌可危了。职场挑唆最诛心，比流言更伤团队的是内耗。10分钟后，大家到会议室集合，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他也说的太轻松了吧？好像真能搞定一样。我看律所都要倒闭了，说不定到时候大家都失业了。师傅，我们大家现在手上案子全断了，您再不想想办法，我们就要一起去喝西北风了呀！是啊，沈律，我好不容易拿下一个案子，你这事一出又黄了。各位，听我说，网上关于我的流言蜚语，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自己的判断。我沈清姿从业这么多年，从未做过一件违背良心、违背职业操守的事情。哎呀，谁信呢？人家当事人可是跪在地上哭着指责你，视频现在全网都是。就是啊，沈律师，不是我们不信你，这事闹得这么轰动，你总得给我们个说法呀。这里是我名下的银行账户，从接手林慧女士案件的那一天起，到昨天为止的全部流水都在这里，你们可以察言核查，看看上面有没有任何一笔来自林慧女士或者与她相关的坏项。我就说吧，沈律师不是那样的人。沈律，你说要和大家共度难关，就应该把所有的真相告诉我们，不能有所隐瞒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林女士，把这份协议签了，对我们双方都好，不然法庭上瞬息万变，我可不敢保证结果。对了，到时候记得把钱打进我海外的匿名账户，80%，一分都不能少。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师傅，我实在看不下去，你把我们大家当猴耍，真相不该被埋没，你还是给大家一个交代吧。这是沈律师的声音，好像是啊。这段录音是伪造的，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沈律，这可是蒋恩刚刚发在群里的。您的徒弟总不会拿这种事情抹黑自己的师傅吧？您的当事人总不能拿自己的名誉去攻击自己的救命恩人吧？群？什么群？我也不知道。师傅，这是林慧最后一次和你见面时偷偷录下来的。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也不愿承认。可是现在，不管你有没有真的收取天价出场费，咱们公司已经因为您的负面舆论而陷入了危机。你必须给我们大家每个人一个交代。大家看看，这段时间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在处理危机公关、删帖、监控、写证明，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工作。我们接不到新案子，老客户也在不断流失。马上就要过年了，大家怎么交差呀？是啊，忙活半天，就为了处理那些骂我们的评论，正经活一点没干啊！我手上案子也黄了，客户说怕受影响。沈律师，这损失算谁的呀？
不光如此，其实我早就想说了，咱们公司的奖惩制度和晋升制度根本不公平。不公平？公司的制度每年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是大家一起制定的。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当然是因为你一直偏心男律师啊！看看咱们律所的顶层高层，有几个是女性？您这是在媚男，打压我们女律师的发展空间啊！我就是替大家打抱不平。凭什么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让几个只来公司几年的毛头小子做高管？对啊，所以你是因为上次你要竞争主管律师我没有批准，所以才心生怨恨，是吗？我不批准你的晋升，绝非出于私心，更与性别无关。你那段时间的案源数量、客户满意度没有达到晋升标准，这是客观事实。如果你有异议，为什么不来找我申诉呢？师傅，其他人不知道我业绩不达标的原因，你心里没点数吗？这些年我辛辛苦苦拿下的大案子，署名全都给了您，脏活累活都是我干的，功劳全是您的。好像是啊，蒋恩挺拼的呀。我熬夜整理证据链的时候，您在哪？我低三下四求对方律师交换材料的时候，您又在哪？最后开庭风光无限的人是您，而我就是个隐形人。蒋恩每个案子的署名和贡献度都有记录可查，就算是你名下的那些案子，核心辩护思路也是你在我指导下完成的，关键证据也是我帮你找到的。就算是你指导的我，但也不能否定我全部的努力呀。既然你觉得委屈，你觉得不公，那好，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说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师傅，事到如今，不是我想怎么做，是您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因为您的个人行为导致律所声誉受损，我们所有人的收入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您必须给律所每一位律师赔偿20万的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您必须给律所每一位律师赔偿20万的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对，蒋恩说的对，沈律师，我跟了你10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眼看律所要黄了，我这把年龄出去了谁要啊？这20万是我的保命钱，你必须给。是啊，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结果案子飞了，钱没了，还被外人指着鼻子骂。沈律师，你这事儿做的也太不厚道了，我们的业绩怎么办啊？业绩？我记得这件事没发生之前，你们几个的业绩也没有达标过。别计较这些细枝末节的事了，师傅，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赔偿每人20万；第二，退位让贤，把律所负责人的位置让出来，让更有能力、更得人心的人带领天书走出困境。没错，没错。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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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张律师，你去年处理的那个纠纷案，让我们的当事人平白无故承受了几百万的亏损，最后是谁通宵72个小时，重新修改了方案，才帮你兜住了底，挽回了损失？你不记得了吗？李律师，你去年代理的那起离婚诉讼案，因为你忽略了关键证据，导致我方当事人利益受损，是谁帮你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和证人？这些你也都忘了吗？蒋恩，10年前你父亲投资失败，欠下高利贷，被逼得走投无路，是谁免费帮你家打了这场官司，避免了你家破人亡？又是谁看你成绩优异，资助你读完了国内最好的政法大学？毕业后又是谁把你招进竞争激烈的天书？这些你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吗？还是说，这些贡献在你眼中都抵不上一次未能如愿的晋升？沈律师确实帮了我们不少，没有沈律师就没有现在的天书。蒋恩这件事做的确实有点过了，沈律毕竟是他的师傅。不行，不能让他打感情牌，化解了这件事。师傅，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您说了多少次了？你不要总拿这些来道德绑架我们。各位，我们现在是律师，律所是讲法律、讲规则、讲责任的地方，不是讲人情、论资历的家族企业。没错。师傅，这次因为你的个人丑闻，导致律所陷入困境，我们手上的案子全都被客户退回，业务全面停滞，这是实实在在、不可挽回的损失，你必须为此负责。大家清醒一点，不要被道德绑架。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赔钱或者让位，
让他2选1。没错，赔钱或者让位。赔钱让位，没错，赔钱。没错，赔钱。你们怎么能够这样？沈律师平时对你们掏心掏肺，现在他困难了，你们不帮忙也就算了，还落井下石，你们的良心呢？你闭嘴！你刚来律所没几年，就能当上主管律师，靠的是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就是沈清慈身边的一条狗，当然帮着他乱废，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哦，怪不得你晋升这么快，看来是有特殊渠道吧？没少给沈律好处吧？恐怕这不是钱的事儿吧？我是说平时也没看到他比蒋恩强多少啊，怎么没来多久就当上主管律师了？你们血口喷人！时机已到。师傅，签字吧。律所现在需要一个更有能力、更干净的人来掌舵。原来费尽心思一番折腾，是为了逼我让位。你这合约准备的挺早，那你现在觉得我应该让位给谁？师傅，既然您问我，那我就直说了。这些年你打的每一场漂亮官司，背后真正处理核心工作的人是我。资料的收集整理，证据的筛选串联，每一件都是我亲手亲为，熬夜完成的。您能心无旁骛的在法庭上面发挥，靠的是我在后方为您搭建的坚实堡垒。对，说句不客气的话，您律师女王的称号，咱们天书能坐稳业内头把交椅。我江恩功不可没。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猫腻啊！沈律，你这律政女王的称号，居然入了这么多水啊！师傅，现在因为你心术不正，导致律所陷入如此大的风波。但是我有信心，更有能力力挽狂澜，上天书，重回巅峰，甚至更上一层楼。说得好，蒋律师有能力，我们支持。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空口无凭，强恩，你说你有能力力挽狂澜，你怎么证明？靠嘴说吗？当年沈律师能够接手天书，全靠他打赢了当年那场不可能打赢的跨国经济案。王姐说的对，想坐这个位置，就得拿出让人信服的实力。你现在光靠嘴上说，恐怕难以服众了。这有什么难的？现在律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舆论危机，源头不就是林慧的指控吗？只要我能让林慧站出来，公开澄清事实，承认自己是受人误导，收回指控，那么网上的舆论自然不攻自破。我现在就联系他。好了，有了，快看，林慧发澄清视频了。神了，蒋恩，你这效率也太高了吧！看来蒋恩还是有点人脉和手段的。看到没有，这就是能力。蒋律师一出手啊，就解决了这么棘手的问题。师傅，现在你知道我的能力了吧？舆论源头已经掐灭，后续的公关处理我也有完整的方案。别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也别再耽误律所的前程。签字让位吧。我可以签字，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后悔。秦总肯定是看了新闻，打电话来追责的吧？接吧，开免提，让大家都听听。喂，沈律师，我听说天书律所要换负责人了。应该是的，他们现在正在商量这件事。既然这样，那我给天书的投资就撤回吧。撤资？秦总可是业界最有实力的投资人，他要是撤资了，天书不就垮了？完了，这些工资怎么才能发出来啊？下个月的房租、水电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回事？秦总怎么会突然撤资啊？王姐，通知财务，从现在开始，律师的所有工资、奖金和补贴全部从蒋律的个人账户里支出。
凭什么？沈清慈，肯定是秦总知道了你的事情，对我们不满意才撤资的，你必须负责。负责？我都不是负责人，我为什么要负责？倒是你，刚才不是信誓旦旦说自己有能力带领律所更上一层楼吗？现在正是你展示负责任担当的时候啊！对啊，蒋律师，你刚刚说的这么好听，现在该你出力了呀。就是蒋律师，你不能只想当老大，不想担责任啊！我们的工资可不能停。小恩，这窟窿你哪能填得上啊？而且这每个月还得发工资。不行，我可不能接受一个要什么没什么的烫手山芋。沈清慈，现在的情况都是因你而起，你想拍拍屁股走人，在没有解决完这件事情之前，你永远都是天数的负责人。你的意思是不逼我让位，不需要我签这份协议了吗？现在，要么你去求秦总保住投资，要么你自己填上这个窟窿。小辉，小辉，刚才是我跟你开了个玩笑，律所的负责人没换，现在、以后、将来都是我。那就好，那就好。你以后可千万别跟我开这种玩笑。当年要不是你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拼了命帮我打赢那场跨国官司，保住我的公司和全部身家，我哪有今天啊？林总就是当年他那起案子的当事人。我不管外面现在咋说你，怎么造谣，我只相信我亲眼看到的。我只认你沈清慈的人品和能力，你去哪儿，我的资金和资源就跟到哪儿。你放心，我挺你到底。小辉，谢谢你的信任。沈清慈，你耍我！你故意想让我在大家面前出丑是不是？我耍你？现在不是蒋大律师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吗？我哪敢耍你呀？你行，这个负责人你想当就当，但刚才说好的赔偿不能就这么算了。大家说是不是？对，对啊，对，沈律师，投资虽然保住了，但我们受到的损失可是实实在在的。我跟了你10几年了，眼看着快40了，现在律所的名声被你搞成这样，我还怎么出去接案子？没错，大家想想，这次风波耽误了多少时间，损失了多少潜在客户，我们的个人名誉也跟着受损。20万，一分都不能少。没错，20万，一分都不能少。从煽动舆论到挑唆内讧，逼我让位，蒋恩，你不愧是我的好徒弟，下得一盘好棋。既然你非要看我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才甘心，那我就陪你好好算一算这笔账。好，我同意。明天会议室，20万，我一分不少的发给大家。啊！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沈清慈，你终于认输了。等钱到手，我再慢慢跟你算账。我师傅最会打苦情牌，待会儿他说什么，大家都不要信，不要动摇，一定要拿到属于我们自己的20万。支持。啊！相信蒋律一定带领我们拿到属于自己的赔偿。黄启，按名单发给大家，每人20万。快！哎呀，20万，这下可以回家过个好年了。20万，又可以买几只股票了。沈清慈，你终于还是低头了，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应得的。大家都应该拿到钱了吧？都清点清楚了吧？拿到了。谢谢沈律师。大家呢，也先别急着谢我。既然要算账，那么咱们今天就把账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追偿核算，这是什么？当然是你们这些年欠律所的钱。本来我是不打算提的，
不过既然现在要算清，那正好，现在起算了吧。我们什么时候欠律所钱了？你说清楚。行啊，那我就一个一个都说清楚。张律师，3年前你主导的案子，律所被合作方索赔，最终和解赔偿金120万，由律所承担。李律师，去年你负责的明星违约案，导致我方当事人额外支付了巨额和解费，客户满意度降至冰点，后续合作全部终止，损失超过100万。萧然，你利用职务之便，多次额外收取当事人咨询费被举报，是我看在你哭诉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大的份上，自掏腰包帮你赔偿。这些年零零散散下来，至少也要90万。蒋恩，你独立负责的第一个案子，因为你出现理解偏差，客户差点起诉我，是我动用了所有关系才勉强平息，但律所至今被拉入黑名单。这笔账我们该怎么算？这些年你们造成的这些窟窿，是我一次次用自己的信誉、资源，甚至私人关系，默默帮你们填补兜底。我原本想着人是会成长的，只要大家心在一处，这些损失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昨天有人口口声声要奖惩分明，要跟我算账，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好好算算，刚才发给你们的每人20万，将直接抵扣你们欠律所的赔偿款，剩下的照价赔偿。沈清慈，你这是秋后算账，早就结了的案子，你现在翻出来，就是在故意整我们。对，都是陈年旧账，有些根本就是项目正常风险，凭什么算我们个人的？陈年旧账，正常风险。如果你们认为我在栽赃陷害你们，我可以把这些材料连同你们刚才签字领钱的领取记录一起提交给法庭。提交给法庭？那我的律师执照还能保住吗？这些年我为了情分，也为了律所稳定，一直替你们兜底。现在既然有人非要算账，那我们就按照最公平的方式来算一算。沈律师，我这20万不要了，我还想留在天书工作。沈律师，我也不要了，是我糊涂，我再也不敢了。你们好一个沈清慈，算你狠。小恩，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要真闹上法庭，我们更完蛋。沈清慈，你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做梦！天书的业绩有一大半的客户都是我蒋恩拉来的，没有我，天书早就不是业内第一了。所以呢，我不干了，我要离开天书，我自己开律所。小然，我们走，把我们的客户和资源都带走，我们到时候看看是谁求谁。好，我们走。欠你的赔偿金，你放心，1个月内我蒋恩会连本带利的还给你。到时候我要你看着我是怎么把你踩在脚下的。蒋恩和萧然选择离开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我沈清慈要感谢今天选择留下、选择继续信任我的每一位同事。沈律师，这场风波因我而起，确实给律所、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和损失，这一点我不会回避。因此，我宣布把追回的赔偿金全部分发给大家，作为补偿。谢谢沈律师。谢谢沈律师。谢谢沈律，我们相信你，以后一定跟着您好好干。对了，王琦，查一下蒋恩他们的那个群，群里面向他们2个人表示了支持的人，一律进入辞退程序。什么？什么？这什么？
我沈清慈从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我们天书不需要人云亦云的员工，也不需要不分是非的墙头草。喂，赵总，是我，蒋恩。我现在从天书出来，自己当律师了。您能不能把之前的案子继续交给我？小蒋啊，不好意思，这个案子我们讨论后，觉得交给天书更稳妥。况且我们一直和沈律师合作的。王总，我昨天跟您说的那个案子，肖律师，不是我不相信你们的能力，只是我们公司和天书有长期战略协议。喂，秦总，我之前找你们就是冲着沈律师的名头和天书的招牌来的。这帮势利眼都是冲着沈清慈的名头去的。我之前私下接触的那几个潜在案源，听说我们是从天书出来了，都没了下文。强律，咱们办公室的租金、工资，还有我们欠沈清慈的钱，怎么办呢？慌什么？天无绝人之路。我就不信没了沈清慈徒弟的称号，我还混不下去了。没有旧案源，我们就去抢新的，而且要抢就要抢能制造话题的案子。沈律师，下午2点和鸿建集团的会议我已经……先生，你怎么了？需要帮助吗？求求你帮帮俺们！俺在工地上干了3年，老板1分钱工钱不给，还把俺兄弟给打残了。他现在躺在医院里等着钱救命呢。他们不是人，是畜生！求求你，青天大老爷！给你磕头了！哎，您先别急，您慢慢说。我是律师，我会帮你的。来，你先起来。你慢慢说。俺老板叫张黑虎，他说谁敢接俺们的案子，就让谁在城里混不下去。俺一路求了过来，一听是他，别的律师都不敢管。求求你，救救俺！哎，王姐，快叫救护车！好，大哥，你没事吧？哎，醒醒，你没事吧？大哥，哎，你别吓我呀！大哥，你醒醒！沈律师，您就放心待在医院吧，上午会议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这是陆氏集团的陆董。陆董，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找沈清慈律师。实在是抱歉，沈律师刚刚送一位突发恶疾的客户去医院了，暂时不在所里。您是有什么紧急事务吗？我可以帮您代为传达。我这次回国有一个非常棘手的跨国经济纠纷案，涉及金额和影响都很大，非沈律师不可。好的，陆董，我一定转达。不过沈律师这段时间的重心应该会在另一个案子上。农民工讨薪案，张黑虎，这可是块硬骨头，不过也是块跳板。打赢了，我就是为民请缨、不畏强权的大英雄；打输了，也能卖惨不同情。师傅，这么巧，你也在这儿？难道你也想要农民工讨薪案？蒋恩，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接几个能赚钱的案子，好在1个月之内还清天书的赔偿款。怎么有空跑到医院来闲逛？师傅，瞧您说的，我这不是来向您学习吗？您靠着公营案子，把这律政女王的名头打得多响亮啊！
我这个当徒弟的，总得向您好好学习点精髓，不是？我先接个有话题度的公益案，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样子，攒够名气和好感度。等名声打响了，后面那些赚钱的大案子，那些有钱的人，还不都捧着钱巴巴的找上门来？师傅，这一套我可是跟您学的明明白白。江恩，律师的职责是运用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是利用受害者的苦难为自己进行炒作，博取流量。得了吧，师傅，您何必展出一副高高在上教训人的样子？您不就是怕我分走您公益案件的这杯羹，抢了您律政的名头吗？这个周闯的案子，我可是做了仔细背调的。他的老板张黑虎，背景大，难缠，但是越难啃的骨头，啃起来才越香。师傅，这个案子我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有你伪造证据、煽动舆论、构陷他人的能力吗？蒋恩，法律不是儿戏，更不是你用来满足私欲的工具。沈清慈，你以为你之前赢过一次就了不起吗？等着瞧，看周闯是会相信你这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还是我？周大哥，您就是周闯大哥吧？您受苦了，我听说了您的事情。那些黑心肝的资本家，简直不把我们农民工当人看。周大哥，您看看，我以前也是从农村泥巴里爬出来的，我家以前也穷的揭不开锅，后来我拼命读书，考上大学，才当了律师。您放心，我发誓，一定会为我们老百姓发声，让那些欺负我们的人付出代价。你记得还挺清楚，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你，周大哥，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是为了你好，我不得不提醒你。你面前的这位沈大律师，父亲是高高在上的首富，他从小住的是保安围绕的别墅，为的就是不让我们这些人靠近。他的一个包包就能抵您好几年的工钱。他这种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我们农民工兄弟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的苦，也不可能理解我们家里没钱下米的急啊。我这样的人，就是我这样的人，资助你读完4年大学，学费、生活费全包，毕业了还让你进入最顶级的红圈所工作。我现在算是终于体会到了农夫与蛇的星球了。这点钱对你来说不过是一点小钱，你就是想用这种东西拿捏我。周大哥，他这种人帮你一次，你是要用一辈子去偿还的呀。沈律师，蒋律师说的是真的吗？沈清慈，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你踩在脚底下，属于你的荣耀我会一样一样拿走。周大哥，他说的我的家世和身份是真的，但我认为金钱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品格。穷人不代表善良，富人也不是十恶不赦。而且我帮助过的人，我从未设想过他们要回馈我什么。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周大哥，别相信他这些漂亮话，只有我才知道这笔钱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只有我才知道被人欺负了有多憋屈，只有我才知道我们农民工兄弟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的苦，只有我才知道这笔钱对您来说有多重要。你放心，我一定豁出命来帮你打这个案子，我免费帮你打，不要1分钱。免费？这真的吗？真的，您放心。而且我还会让张黑虎把你的钱连本带利的给你吐出来。好，谢谢你，蒋律师。周先生，请稍等，我无权干涉你的选择。
但是在你选择律师之前，我想让你听听这位口口声声说理解你，要和你站在一边的蒋律师私底下对底层人的真正看法。沈金慈，你想干什么？这是前段时间我准备接手一起公益家暴案，和蒋恩律师在办公室的聊天。当时没有外人，我想这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反应。师傅，那个林慧的家暴案又麻烦又没钱，媒体还总盯着，您干嘛要接？陈总那个房地产纠纷案，律师费可是7位数，您这不是放着肉不吃，却啃硬骨头吗？跟那种没文化、眼界窄的底层人打交道，纯属浪费时间精力。伪造的，这证据是伪造的。周大哥，你别相信他，他就是想和我抢这个案子。伪造？那这份3年前的卷宗也是伪造的吗？3年前，光明纺织厂恶意拖欠女工工资，你主动请缨，但最终的调解结果，被拖欠员工的工资只拿到了总金额的30%。随后，你的账户就多出了20万。当时我在国外出差，并未能跟进此案，这是王启前段时间调查过往案件发现的，你又怎么解释？不，你这是在诬陷周大哥，这是在挑拨离间呢。他就是在嫉妒我能得到您的信任。光明纺织厂？等等，刚才说的是光明纺织厂？俺婆娘在光明纺织厂干了7、8年，4年前厂子倒闭，工钱没给开。她当时回来哭，说有一个姓蒋的女律师，当时说的可好了，结果钱却没有要回来。原来你就是那个黑了心肺的律师，就是你！不是我，为底层发声。蒋恩，你发的从来都是你内心贪婪的心声，你利用当事人的悲惨，为自己沽名钓誉，甚至和那些侵犯当事人权益的人暗中勾结。你的眼里从来就没有正义，你的眼里只有利益，你的职业底线和做人道德早就荡然无存。沈金慈，你是不是又去骚扰我妈了？10年前，就是你妈的一通电话，我才接了你家的案子。到你上大学之后，你妈每个月15号也都会给我打电话，关心你的情况。蒋恩，我真想知道，如果我把你的这些所作所为都告诉你妈，你妈该有多心寒。沈金慈，我警告你，你要是敢跟我妈说些有的没的，我和你没完。是吗？喂，蒋恩最近表现怎么样啊？蒋恩最近表现都挺好的，工作上呢也有进步。那就好，记得提醒他好好吃饭。好的，阿姨，放心吧，我会叮嘱他要好好吃饭的。他每次吃饭吃的也不多，就吃那么一点，让他多吃一点，就麻烦您了啊。阿姨，放心吧，我会记得叮嘱他的。沈清慈，你别以为你说些好话，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看来你也害怕你妈知道你做的这些事情。你懂什么？我妈年纪大了，我就想挣点钱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周大哥这个案子必须是我的，这是我唯一翻身的机会。周大哥，过去的事情是有人陷害我，我们先不提，我们来先解决你的事情。沈清子，按照你的计划，你准备帮周大哥要到多少钱？3年的工资、利息、合理的医药费、误工费，加上对方暴力行为产生的精神损失赔偿，预计每人一共40万。周大哥，别听他的，我能帮你要到更多的钱，保证拿到双倍，80万。双倍，80万，并且沈清慈通过法律判定，慢慢搞就得等到猴年马月。等？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俺们回家过年只能喝西北风。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蒋大律师，你有什么办法？我不仅能通过法律途径帮周大哥他们要到张黑虎拖欠的工资和医药费，并且我会发动网络舆论和媒体，向张黑虎他们施压，让他迫于舆论压力额外支付一笔道歉费。周大哥，我保证，选择我，最后你到手的钱至少是沈清慈能帮你们争取到的2倍，甚至更多。而且我还可以发动我的粉丝和网友给你们募捐，双管齐下。80万，2倍！沈清慈，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挡得住金钱的诱惑，我就不信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工不选我。蒋律师，你说的2倍还有捐款，俺很动心，俺很缺钱，缺的要命啊！俺娃的学费、老人的药费都指着这笔钱。但是俺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俺明白一个道理，人不能没有骨气。是俺的1分1厘，俺都要过来；不是俺的，金山银山堆在俺面前，俺都不会拿1分。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做的事，俺也看明白了。你根本就不是真心想要帮俺，你跟那张黑虎没什么两样。你走吧，谁想真心帮俺，谁想把俺当梯子踩，俺心里边亮堂着呢。周闯，你别后悔，给脸不要脸，你就跟着这伪山的女人去喝西北风吧，我倒要看看你和沈清慈能拿到几个钱。沈律师，你想接俺这个案子吗？俺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说。你为什么愿意接俺这种又麻烦又不赚钱的案子？刚才蒋律师的手机录音里我也听到了。我母亲曾经是一名法官，她也接到过一起类似的。那案子很难，对方势力很大，拖了好几年。有人劝她放弃，说不值得。但我母亲说了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她说，法律这东西，如果只是有钱有势者的游戏规则，那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必须成为受害者手里最后一件武器。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护他应该保护的人。沈律师，你说的俺信，你不乱许诺，讲证据，讲法律。俺虽然不懂法，但知道你是真心为俺好，没有把俺当傻子糊弄。沈律师，你愿意接俺这案子吗？当然，是我的荣幸，周先生。哇！恭喜沈律，再次拿下一个公益案。搞这么大场面，这些啊都是我应该做的。现在呢，就是希望周闯他们能早点拿到赔偿。沈律，这个案子一成，天书的风评又直线上升。哎，已经有不少人来我们律所谈案子。对了，陆董的案子您考虑的怎么样了？对了，陆总那边你就帮我回绝了吧。回绝？那可是价值几千万的案子。我最近呢答应了一个儿童公益组织，随时呢都有可能要跟他们去一些偏远地区，去关注那边的儿童。陆氏呢给的报酬不低，有能力的律师也很多，我相信他们呢也能找到其他人帮陆氏渡过此难关。但是那些孩子就找不到能帮助他们的其他人了。明白，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我已经安排好了。行，去忙吧，忙完还要回来打扫卫生呢。好的，老板，这就去忙。备受关注的农民工周闯集体讨薪案近日取得重大进展，在天书律所沈清慈律师的努力下，已成功为农民工们讨回被拖欠的工资。蒋律，您的热咖啡又让他出了风头，现在网上都说他沈清慈人美心善，实力强。我们律所的业务呢？这周就有一个离婚咨询的。废物，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到外面发传单拉业务，拉不到业务，不准下班。蒋律，我这把老骨头，肯定有业务来了。萧然，给你透露个独家消息，陆氏集团的陆董刚从国外回来，点名要找沈清慈接他们集团一个超级大的跨国经济纠纷案，结果沈清慈给拒了，说没空，在打什么公益案。陆董那边正挠头呢，你们先忙吧，挂了。沈清慈连陆氏的案子都拒，他是不是傻了？不，他不是傻子，他是我们的救星，天大的救星。陆氏集团跨国经济纠纷案，要是能拿上这个案子，咱们律所岂不是一飞冲天？什么周闯，什么公益案，根本没法比。到时候谁还记得我以前做过的那些事？他们只会觉得我蒋恩比沈清慈更厉害。可是陆董他们点名要沈清慈啊！怕什么？他们点名要沈清慈，是因为不知道有更好的。况且沈清慈自己不是已经拒绝了吗？这就是我们突破问题的关键。陆董，我记得之前和沈清慈交换过名片，我可以以沈清慈徒弟的身份给他们打电话，说我有机会帮师傅改变主意。高，你实在是高！先攀上关系再说。光攀上关系还不够，得让陆董彻底对沈清慈失望，或者沈清慈自己出丑，接不了这个案子才行。我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能当面展示我能力，顺便让沈清慈暴露自己缺点的机会。蒋律师，蒋律师，救命啊！我前夫他又给我发律师函了，说我侵害他名誉，要我索赔50万，我哪来的钱啊？求您一定要帮帮我！别急，林姐，要我帮你可以，不过你也得帮我一个小忙。帮什么忙？这次不用你像上次那样闹得那么大了，只需要你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和一些特定的人面前说几句该说的话就行了。喂，陆董，我是天书律所的蒋律师。蒋恩，是不是那个沈律师的徒弟？对，您还记得我，真是太好了。是这样，我听说陆董最近您刚回国，有一个大案子需要我师父帮忙。我师父他最近全身心都扑在一个农民工的公益案上，实在脱不开身，所以只能非常遗憾的婉拒了。但我想陆董您的案子一定非同小可，所以冒昧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想问一下陆董您，如果能由我出面向师傅沟通，说不定能让师傅重新考虑。太好了，蒋律师，请你一定要帮我说服沈律师接下我这个案子。对了，3天后陆氏将在华城举办一个公益宴会，沈律师会到场，到时候你也一起过来，我们面谈。好的，陆董，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3天后，公益聚会，名流云集，机会这不就来了？林慧、萧然，到时候就看你们表演了。沈清慈，这一次我要把你踩进泥里，我要把你的案子、你的荣耀全部夺走。师傅，好巧啊！看来你也非常在乎这次宴会，不会是之前拒绝了陆董，反悔了，想过来碰碰运气吧？我来这里是出于对公益事业的支持，与你无关。而且你已经不是天书的律师了，更不是我的徒弟，你这声师傅我受不起。支持公益，师傅，您这道说辞也就做做样子，骗骗外人罢了。不过这次这个案子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蒋恩，如果你真的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实力和正当手段拿下并打赢这个官司，我只会恭喜你。律师行业需要新鲜血液，也需要真正有实力的。沈清慈，你少在这里假惺惺，我的手段一直都是公公正正，你别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律政女王。很快，所有人都会看见谁才是真正有能力的那个，我会超过你，把你踩在脚下。陆总来了。陆董你好。你是？陆董，我是蒋恩，之前跟你联系过的。陆董，这位就是我的师傅沈清慈。啊，师傅，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陆董。陆董你好，久仰，我是沈清慈。陈律师，幸会幸会。沈清慈，沈清慈，你个伪君子，你别想跑！林慧、萧然，你们怎么在这里？各位看看，这就是所谓的律政女王。她为了掩盖自己的丑闻，居然派人威胁当事人，还想逼死我们。沈清慈，我揭发你收黑钱，你就怀恨在心，找人天天骚扰我，还打我恐吓电话，还叫我前夫告我，找我要钱。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才甘心啊？你的心怎么就这么黑呢？沈清慈，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当初要不是蒋恩力挽狂澜，天书早就完了。现在居然还敢威胁当事人。蒋律师，你要为我做主啊！只有你是好人，只有你真心帮我打赢了官司。沈清慈他就是个魔鬼。看来又是一场好戏开始了。林女士、肖律师，你们别这么说，这里是公共场合，我师父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蒋恩，你这次又准备了什么新剧本？又准备演绎出什么样的好戏给我们大家看呀？师父，你怎么能这么说？陆董，我师父他现在情绪可能不太稳定，肯定是最近舆论缠身，所以才这样的。有你在的时候，确实没有那么的稳定。奇了怪了，每次蒋律一出现，我就丑闻缠身了。陆董，您也看到了，目前我师父他正处于非常严重的舆论中心，各种指控、纠纷缠身，个人形象和职业道德都受到了严重影响。陆氏集团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声誉至关重要，将如此重要复杂的案子委托给我师父，我恐怕不仅会对案件本身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也有可能会给公司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啊！是啊，陆董，蒋律师说的对，沈清慈现在自身难保，哪有精力去处理您的大案呢？别到时候耽误您的大事儿。还是蒋律师好，年轻有为，能力好又正直，可别被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欺骗了。肖律师，可不能这么说，在我心里，师父永远都是最好的。不过，陆董，考虑到这件事情的实际情况，我有个不情之请。这个案子，沈律师目前的状况确实不适合立刻接手，不如将先前的案子交给我处理，您看如何？我还以为你已经拿下陆董的案子呢，原来你这盘饺子还差我这碟醋啊！陆董，首先关于我个人的舆论真相如何，稍后自有判断。其次，关于您的案子，我本来就因为手头有紧急的公益案件需要全心投入，我之前呢已经明确的向您方表示过，确实当前无法承接，确实并非因为其他原因。最后我需要向您说明的是，蒋恩律师早就已经从天书律所离职，与我以及天书律所再无任何关系。他也早已不是我的徒弟。如果您考虑将案件，哪怕是前期工作委托给他，请务必基于对他个人能力、职业操守有一个谨慎、明确判断。师父，您怎么能这么说？我离开天书是因为我实在看不惯你的一些行为，所以想自己跳离出来。但我对你的尊敬感激从未改变，我的能力你也是一直都知道的呀。是啊，陆董，蒋律师的能力早就清楚了，
他在天书的时候就是顶梁柱，独自经历过很多大案子，你放心交给他，绝对没问题。对，蒋律师是好人，有能力，陆董您相信他。陆董，请您相信我和我的专业团队。关于这个案子，我想我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不行。为什么，陆董？为什么不行啊？为什么？我在回国之前就已经召集世界最顶级的专业团队，5大律所20位顶尖律师，得出了一个一致的核心结论：国内具备这种综合素质，并且有处理过类似复杂案件的律师，只有沈清慈沈律师，其他人目前看来绝无胜算。蒋律师，我陆某在上海沉浮几十年，我看人的眼光还是有几分自信。我相信沈律师，更相信他的绝对实力。即使外面的传言是真的，只要沈律师愿意接下这个案子，我也只交给他。什么？陆董，沈清慈的打官司也不是百战百胜，而且他现在年纪大了，体力和反应都跟不上以前，而且他之前的案子都是我来辅助处理的。陆董，蒋恩所说确实是实情，我也确实要谢谢他这几年对我的帮助。沈律师，我看中的是你多年历练后的沉稳和主导能力，这个案子只有你当主帅，我才能放心。陆董，非常感谢您的厚爱和如此高度的信任，这份认可对我意义重大。但是我之前的决定并非托词，目前我确实也在全力跟进关于留守儿童教育的起诉案，这关系到孩子们是否有学上，有书读，同样至关重要，无法分心。所以您的好意和这个重要的案子，我恐怕无法同时承接，真的实在抱歉。几千万的案子，他居然拒绝！留守儿童教育权益，我明白了。沈律师，谢谢你，你让我看到了比金钱和利益更重要的东西。既然你心系公益，又专注于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那我也愿意为这份社会责任感出一份力。如果沈律师愿意接手我陆氏的案子，作为回报，也和我对公益事业支持，我在此承诺，陆氏集团向您所致敬的儿童教育与保护的公益项目捐款1个亿。1个亿？1个亿？只为了请一个律师？陆氏这是下血本了，这下沈清慈肯定不会再拒绝了。沈清慈看起来很有手段呀，我还是先溜了，避免吃官司。1个亿，只为换取沈清慈接手一个官司。1个亿，沈清慈，你凭什么？凭什么大家都要围着你转？凭什么连陆氏都要跪舔你？凭什么所有的光点和机会都是你的？我不服，我不服！陆董，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还是眼睛瞎了？他沈清慈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他这样一个身败名裂、只会利用公益、试图炒作的劣迹律师，需要你用1个亿来舔他？我哪里比不过他？我的能力，我的付出，你难道一点都没有看到吗？蒋恩，你真是疯了！这里是公共场合，你就不怕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吗？蒋恩，你冷静点，别说了，我们得罪不起。你让我怎么冷静？接不了这个案子，我们律所下个月就得关门大吉，马上就要到沈清慈的还款期限了，到时候我们还不上沈清慈的钱，我们就要坐牢。沈清慈，这都是因为你，都是你逼的。好一个师徒情深，好一个慧眼识珠，我看你们根本就串通好了，联合在一起，在我面前演戏，让我在众人面前难堪出丑。既然你们不让我好，就和我一起死。蒋恩，你要干什么？直播，
我要全网都看看，看你们这个所谓的上流社会、所谓的精英律师是怎么勾搭在一起，打压我们这些没有背景、只想靠自己努力往上走的人。话题我都想好了，律法被世家垄断，寒门再无出头日。任青瓷，你不是要出名吗？我就让你出个够。蒋恩，你真的是无可救药，少在这里惺惺作态的教训我。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现实。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孩，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律师，只想凭本事吃饭。可是现在呢，这些法律出身的大律师，这些有钱有势的大老板，他们勾结在一起，拿最好的资源压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今天就在这里，这位陆氏集团的陆董宁愿用1个亿的天价去求一个身败名裂的律师，也不愿意给我这个寒门子弟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这公平吗？这还有天理吗？太黑暗了，支持蒋律师揭露他们。果然是寒门难出贵子。你们都看到了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你们可以在这里随意打压我，但是你们堵不住大家的悠悠众口，我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好过。我要拉着你们一起身败名裂。这个蒋恩还真是没有底线，现在陆氏本就危机缠身，现在看来怕是更加严峻了。陆董，此事因我而起，您放心，我绝对不会牵连你和陆氏集团的。蒋恩，我给过你太多机会，你不仅不承认，还变本加厉。现在你甚至还要牵连无辜的陆董，毁掉这场为了公益举办的宴会。既然你执意要把事情做绝，那我就不能再给你留退路。蒋恩，你不是要真相吗？你不是要公平吗？好，我今天呢，就在所有人的面前，给你，也给所有被蒙蔽的人，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真相。沈清慈，你要干什么？这里面有林慧家暴案开始，你蒋恩如何收买当事人，如何捏造证据，如何煽动舆论，如何与萧然合谋联合构陷于我，以及3年前在光明纺织厂案件中，你是如何与此方勾结，损害公民权益的全部录音、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还有证人证词。在场各位，还有此刻正在通过网络关注这件事的所有人，我沈清慈今天在此，并非为了自证清白，而是为了揭露一场彻头彻尾由贪婪、背叛、毫无底线构成的阴谋。沈清慈，你做什么？这人蒋恩，我曾经视他如妹妹，资助他完成学业，手把手教他，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他，只因为他一次晋升未能如愿，他便怀恨在心，收买勾结我的员工当事人，精心策划了这场对我的构陷。啊，居然这么恶毒！他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利用当事人的困境，利用同事们的焦虑，更利用公众对正义的渴望、同情心，编织谎言，煽动网络暴力，试图将我彻底打倒，以满足他扭曲的嫉妒心和贪婪的权欲，甚至为了抢夺新的案源，可以当众表演，可以毫无底线的攻击无辜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蒋恩，我从未见过如你这般忘恩负义、心肠歹毒、毫无职业操守。法律赋予你知识和技能，不是让你用来害人和牟利的。你的所作所为，是对律师勋章的玷污，是对公平正义的践踏。骗子，白眼狼，真不是个东西，必须要严惩。我没有错，我能有什么错？我只是想成功，我只是想往上爬，我只是想让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人都付出代价。这个社会不就是这样的吗？不择手段才能赢。沈清慈，
你别摆出那副清高的样子。你要是没有你如今的家世，你还能站在这个地位吗？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蒋恩，你说你想成功，想被人看得起，那你还记得你最初是为了什么想学法律？这是你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写给我的信。你说你永远忘不了父亲被高利贷逼得走投无路时，法律给你带来的那个独属于你的光。你说你要成为像我一样的人，用法律去帮助更多像你家一样曾经无助的人，让那束光照亮更多角落。敬爱的沈律师，我刚刚已经收到了华大政法系的录取通知书，感谢您。如果没有您，我的人生早已断送。您教给我的第一课，法律是保护弱者的武器。您放心，在未来的路上，我绝不会背叛法律，绝不会背叛自己。你看看现在的你，把法律当成了刺向别人的匕首，当成了蛊惑人心、满足私欲的幻术，当成践踏他人骨气的垫脚石。你不仅迷失了方向，你更背叛了当初那个满怀赤诚的自己。法律在你手里，早已不是铠甲，而是凶器。不是这样的，师父，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蒋恩，萧然，执法队的同事已经在外面等你，你们两个都是律师，应该很清楚要面对什么。沈律，我错了，救救我，救救我们！沈律，沈律！王律师，帮我搜集所有资料，我要正式起诉林慧女士。是。沈律师，让您受惊了，但也正因此，让所有人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专业、坚守和风骨，浊水自清，金石不渝。您值得所有人的尊敬。陆董过誉了，我只是做了一个律师该做的事，说出了该说的真相。倒是今晚，因为我的事情一波三折，影响了您，实在抱歉。恰恰相反，它比任何宣传都更能彰显公义和正义的价值。它告诉所有人，坚持做对的事情，可能一时蒙尘，可真相永远不会被掩盖。谢谢你的信任，沈律师。借此机会，我想告诉你，陆氏集团对你的信任和支持不会因为任何不实流言而改变。之前承诺的1个亿捐款，无论你是否接受我司的案子，我都会拨付到你指定的留守儿童公益项目中。同时，我个人还追加1000万。用于支持沈律师未来在其他重大诉讼案件中。陆董，我真的是太受宠若惊了。沈律师，那么我们公司的案子，您是否愿意重新考虑？我和我的团队迫切期待与您的合作。感谢您对公益事业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您的信任。既然您如此坚持，并且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支持更多的公益，那么看来以后的日子我要更加努力，合理安排时间。陆董，您的这个案子我接了。太好了。法律应该是弱者的武器，是刺破黑暗的光剑。这条路或许坎坷，或许会遭遇误解和污蔑，但只要我们心中那个秤不倒，对正义的追求不灭，这道光就永远不会熄灭。